中国当代都市10对夫妻口述实录。打拼生活，美好的性爱在奔波中消逝。没到过深圳的人，也许会把深圳想象成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其实，在深圳同样也有穷人。我就是深圳穷人的典型代表。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但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所在的单位效益又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来，所以我们家一直没有什么积蓄，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上。更不幸的是，在我17岁那年，爸爸又在一次车祸中意外丧生。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勉强把高中读完了，高考落榜，我应聘到了一家私营公司做文秘。那家公司的确是个麻雀公司，只有几名员工，在那儿工作收入自然很低。但是像我这样没有学历的人，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工资低，我也不得不凑合着在那儿干。工作了几年，眼见着年龄一天天大起来了，妈妈开始替我的婚事着急。她四处托人给我介绍男朋友，但是竟然没有一个相中我的。像我这种长相一般又没有家庭背景的女孩子，在美女遍地的深圳，哪有一点优势啊？就在我开始为自己的婚事发愁的时候，后来成为我丈夫的琪琪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他是湖南人，在我们公司隔壁的一家公司工作，每天上班下班我们都可以在楼梯口碰见，时间长了也就成了熟人。我感觉他长得不错，看着也挺实在的，暗中打听了一下，知道他还是没有女朋友的，于是就对他动了心。没过多久，这缘分真就来了。有一回，老板让我接收一个客户发来的传真，传真机正吐出一半纸，突然出现了故障，停在那儿怎么也不走纸了。老板又急着用这份传真，于是他就给隔壁公司的老板打了个电话，请他帮个忙，把这份传真发到他们公司的传真机上。挂了电话之后，老板就让我去隔壁接收传真。到了隔壁，恰好琪琪也在，他帮我接受了传真后，双手递给了我。那个时候不小心我们的手碰到了一起，就像触电似的，顿时我这脸就红了。接了传真之后，连谢谢都忘了说一声，就走出了门。回到办公室，不知怎么的，我一直没有办法安心工作，脑海中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刚才他碰到我手的那一幕，心也随之砰砰地跳动起来，感觉脸上火烧火燎的。正想着呢，琪琪敲门进来了，问我传真机修好了没有，他看看能不能帮我们修一下。我自然很高兴了，琪琪拆开传真机鼓捣了一阵子，很快就把它修好了。那天晚上，我和琪琪在离单位不远的一家餐馆吃了一顿饭。吃完饭后，琪琪叫了辆车，坚持要把我送回家。我们2个人挨着坐在一起，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深圳夜景，突然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很近很近，我们好像是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车在转弯的时候，司机开的速度快了一些，我的身子被惯性甩到了琪琪身上，脸也挨到了他的胸口。没有想到琪琪的胆子这么大，趁这个机会他一下子把我抱住了。我愣住了，抬起头不安地望着他。由于车里光线太暗，我只能看到他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也正在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我一阵激动，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也紧紧地把他抱住。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我们很快地吻在了一起，一直吻到出租车在我家的楼下停下来。我们就这样好上了。1个月之后，就到了春节。单位放假的时候，琪琪告诉我，她自从来到深圳后，已经整整5年没有回过家了。正月初1是她母亲的60大寿，今年说什么她也得回家过年。我把她送上开往湖南的火车，一个人怅然若失地回了家。从火车启动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其实就跟着他走了。每天饱受相思之苦的我，整个春节都过得没滋没味的。好不容易挨到了大年初6，那天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琪琪公司的电话号码。原来琪琪竟然提前从湖南老家赶回来了，现在她正在办公室里等我。我当时一阵欣喜，忙边接电话边叫了辆出租车向公司赶去。走下电梯，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我匆匆地走着，感觉真的很奇妙。推开了琪琪公司的办公室的门，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就热烈地接吻。琪琪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她的腿上。不是说好了过完正月15才回来的吗？怎么这么早就赶回来了？琪琪捏了捏我的鼻子，轻声对我说：“我的小公主，你说呢？你说我为什么这么早就赶回来了？”我没有回答她的话，而是羞涩地凝视着她。在我的凝视下，她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把我放在沙发上，压在了我的身上，疯狂地吻着我。那天回到家里，我躺在床上，仔细地回味着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回忆着我们自交往以来发生的每一个让人心动的细节，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和期待。第2天，我和妈妈说要去见一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去了琪琪的宿舍。他的宿舍在离公司不远的一处地下室里，是公司帮他租的，平时和几个同事挤在一起。但是现在因为过年，同事们都还没有回来，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春节还没有结束，我不忍看到他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待在那儿。现在有我在，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到温暖。天很冷，我骑着自行车赶到他的宿舍的时候，差不多都快冻僵了，但是我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敲开门，让我吃惊的是，和昨天那个幸福的模样相比，仅仅1夜之间，琪琪就变得异常憔悴，眼圈黑黑的。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1夜没睡。我赶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他低着头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不合适，你是不是重新考虑一下呢？我也想轰轰烈烈的爱一回，但是你是深圳人呐，我从湖南农村来的，没钱没势，我哪配得上你呀？跟着我，你会后悔的。原来是这样，我觉得他的这些想法简直太多余了。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他是不是深圳人。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给了他肯定的答复。告诉你，跟着你，我是绝不会后悔的。我现在向你发誓。他的眼泪流了出来，伸出有力的臂膀，把我紧紧地抱在了怀中。后来，在他的那张狭窄的单人床上，我向他献出了我作为女人最为宝贵的东西。从那天起，我们像所有的恋人那样时刻牵挂着。
他对我的好丝毫未减，他称呼我为宝贝儿、公主、心肝儿。从他看我的眼神里，我能读到深深的爱。我在他细腻的体贴和关怀中深深陶醉着，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份爱其实有太多太多需要面对的问题。1年之后，我不顾妈妈的强烈反对，和她牵手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结婚之后，她搬出了集体宿舍，我们就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我们的新房。我们虽然在物质上还很贫困，但是2个人相亲相爱，从精神生活上来说，我们应该算是富翁了。我觉得我很幸福。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想，如果把家庭换成婚姻，那么这句话一定也照样精彩。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婚姻也是不幸的，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不幸婚姻竟然是从性生活开始的。和丈夫刚结婚那阵子，我们的性生活还是很和谐的。新婚的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2个人精力充沛的时候，一个晚上我们会有很多次。这是值得我们回味一生的一段幸福时光。但是随着结婚第2年，我们儿子的诞生，我们的这段幸福时光就慢慢的消失了。深圳是一个挣钱容易花钱也容易的高消费城市，抚养孩子的花费是相当大的，但是对于我们2个人来说，挣钱却非常不容易。我们的薪水都不高，每个月挣的那点钱，除了吃饭付房租，再加上要赡养双方的老人，本来就所剩不多。我们的2人世界过得紧紧巴巴的，再加上有了孩子，更是难上加难，不堪重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决定要孩子之前，其实就已经想到了。我们也曾经为此犹豫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的丈夫他是从农村来的，又是家里的独生子，对生儿育女一向看得很重。再说了，我也是一个喜欢小孩的女人。于是我们最后还是咬了咬牙，决定无论经济条件怎么样，也都要尽快要个孩子，否则等到我的年龄过了30岁，生孩子就会更困难了。为了要这个孩子，我们还是攒了点钱的，但是没有想到生孩子的时候我难产，攒的那点钱一下子都扔到医院里了。在私营公司，休产假是没有薪水的。等生完孩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之后，我们才发现，光靠丈夫的那点工资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了。没有办法，丈夫只得跳槽到了另一家收入较高、工作也更为繁重的公司。这样，我们苦撑活挨，总算坚持到了孩子断奶。眼看着自己过去的同学朋友一个个都过着富裕的生活，可是我们还要为孩子能不能吃上进口奶粉这样的家庭琐事苦恼，我真的是不甘心呐。我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女人，所以我提前给儿子断了奶，狠着心把他扔到了妈妈那儿。母亲体弱多病，照料孩子也挺不容易的。但是不这样的话，又有什么办法呢？凭我们这点工资，根本就请不起保姆。回到了单位后，为了多挣一点钱，我放弃了清闲的文秘工作，主动要求到外面跑业务。虽然跑业务的底薪不高，但是只要肯吃苦，业务量上去了，还是比做文秘挣钱要多些。繁重的工作加上日常的家务琐事，
使我们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和生活中又常常免不了挫折和忧虑，如此种种都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到了我们的性欲。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经济上的日益窘迫，我们再也没有心思把精力放在夫妻性生活上了。慢慢的，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几乎每天一次的性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每周一次，发展到后来竟然变得可有可无，一个月也难得有一次了。更让我们感到恐慌的是，以前每次过性生活我们都很有激情，现在却像是在例行公事，再也没有办法体验到激情的滋味了。在结婚之前，我们都曾以为婚姻是性的天堂，把每一次的性生活都看得无比神圣，以为这种温馨和享受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伴随着我们走过漫长的人生。可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可以说，性生活的充分享受和完全满足，在婚后，特别是生儿育女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我们这种两手空空的年轻夫妻来说，情况更是糟糕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这种状况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让人无可奈何。是的，我们一直都很穷，但是我们即使再穷，也不敢耽误孩子的未来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是我们未来的最大希望，我们哪敢耽误他的远大前程啊！他要上幼儿园，上小学，还要上各种各样的课外学习班。我们那么爱儿子，怎么忍心看着别的孩子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各种好吃的食品，玩着各式各样的玩具，而他却因为父母无能，没有办法享受这些。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没有权利让儿子过这种生活。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我和丈夫都没有大学文凭，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挣到更多的薪水，所以我们只有拼命的工作，否则就无法满足儿子的成长需求。在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里，我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早上6点钟招呼4岁的儿子起床，6点30分准时出门，骑自行车送儿子到幼儿园，然后再骑着车子风风火火地赶到公司里。在往公司赶的路上，我不敢抬头看两边的风景，害怕因此而迟到。紧蹬慢赶到了公司之后，向领导汇报完昨天的工作，就要马上离开公司，骑着自行车往客户那儿赶。在工作上，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工作起来特别卖力，否则就赚不到提成，而光靠底薪是连我自己都难以养活的，更别说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够承受住这种重负，可是时间一长，心理上就有了紧张、沉重、不安和忧虑。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吧，我几乎没在晚上8点钟以前回过家，工作上的事儿总也做不完，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儿等着我去办。每天回到家里，丈夫早已伺候孩子睡着了，看着儿子甜美的睡姿，我心里觉得很温暖，也觉得生活有了安慰。这时候，丈夫已经把饭菜热好，给我端上了桌。匆匆的吃完之后，我和丈夫通常还要工作到午夜1点钟。我整理资料，丈夫做文案，我们2个人趴在桌子两边，红着眼睛处理完工作之后，匆匆的洗了洗脸，随后我们就得躺下赶紧睡觉了。劳累的一天，我们通常都是头一挨着枕头就打起了呼噜。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
我们不得不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换取那个叫做生存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此时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婚姻，也不是性，而是孩子、工作、孩子。丈夫虽然是外地人，不能像深圳男人那样给我富足而稳定的生活，但他是一个朴实的男人，对我也非常体贴。作为女人，能够嫁给这样的男人，也算是有福气的了。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所以，随着孩子的长大，我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随着孩子的长大，我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这种矛盾和是不是相爱没有什么关系，只和生存有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因此也和所有的普通女人一样，也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承担家庭里的一切，能给我和孩子创造最好的物质条件。可他仅仅是一名打工仔，和我一样，为了那点仅够糊口的薪水，每天累死累活地奔波着。其实他也够辛苦的了，你说我还能要求他怎么样呢？快节奏的工作及沉重的生活压力，不仅使我产生了心理上的不适，也让我产生了一系列生理上的不适。当然，这种生理不适并不表示我的身体存在着某些器质性的疾病，而是因为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使中枢神经和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出现类似于神经症之类的症状，比如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呕吐、神经性厌食、月经不调等等。在这种种症状的压迫之下，我不再对性生活感兴趣，甚至觉得性生活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其实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奢侈。我曾经和丈夫交流过，他说他也有过这种感觉。尽管他说的时候轻描淡写，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其实丈夫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并不比我要轻，只不过他是个男人，不喜欢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向我倾诉罢了。有时候，我和丈夫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空闲，本来夫妻俩可以趁这个难得的空闲好好温存一番，但是在惯性的趋势下，我们的话题又会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方向，很快就会扯到各自的工作上，要不然就是孩子的成长上。话题一说到这儿，我们就会感觉特别累，刚刚酝酿起的那点激情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就这样慢慢地发展下去，几个月不过，性生活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后来我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夫妇间没有生理疾病或意外，却长达1个月以上没有默契的性生活，这就是无性婚姻。看来我们的婚姻已经是标准的无性婚姻了。据那篇文章介绍，无性大致可以分成2种，也就是想做却不行和可以做却不做。前者的原因是比较明确的，一般起因是性功能障碍，而可以做却不做却是对异性接触不感兴趣。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这种男女之事。很明显，我们属于这第2种情况。恩格斯说，没有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么，没有性的婚姻是不是道德的呢？我觉得没有性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美满的婚姻应该是性缠绵着爱，
爱激活着性。可是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的转型和急功近利，直接导致人们生活节奏加速，社会的压力掏空了我们的心和体力，而我们的身体质量又直接影响到生活的质量。一个在商场上疲惫不堪、缺乏睡眠的人，怎么会有良好的性能力呢？而无性的婚姻又是对生命最大的伤害。夫妻间的无性状态也并不是我们独有的，事实上，这种现象现在还很普遍。在单位里，我有一批无话不说的闺中密友，他们当中就有一些人和我一样，基本处在无性婚姻的状态。据我了解，无性婚姻的产生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就我的这批朋友们来说吧，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或是因为病，有的是男方患了糖尿病、前列腺病、阳痿等等，或者是因为双方出现了矛盾，处于冷战期，又或是像我一样的，因为双方工作压力太大而失去了兴趣。我曾经在公司里偷偷地上网查过这方面的资料，在一个无性婚姻的网站上，我看到过这样的帖子。我和丈夫结婚的时候，他在一个机关做一般干部，因为他没有职务，我们结婚3年之后才分到了房子。分房的艰难使他看到了职位的重要，他说一定要混个处级当当，这样才能在机关长期待下去。为了讨好上司，他每天晚上都会陪上司下围棋，搞到深更半夜的才回家。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提升上，而我呢，因为晚上要带孩子，白天又要上班，所以也顾不上他了。往往没等他回来，我们都早早睡了。时间一长，我和丈夫好像都没有了兴趣。就这样，转眼几年时间，直到孩子被送去全托，辞掉了保姆，我们重新回到2人世界之后，我发现丈夫已经不再向我主动示爱了，即便我暗示他，他也只是装傻。还有一个署名叫做自调夫妻的人发了一个帖子。我是开咖啡厅的，最多的时候开了3家，那个时候真的是从早忙到深夜，回家都累得趴下了。而我丈夫是上行政班的，晚上即使有一些应酬，第2天也必须7点30分出门，所以我们只能靠字条交流。我深夜回家的时候，他往往会给我留张条子，说他是几点睡的，要我回来之后赶快睡觉什么的。而我早上起来呢，他早就上班去了，于是我又在枕边给他留下一张字条，写几句上班的时候碰到的有趣的事儿，并做些家务上的安排。起初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挺浪漫的，但是渐渐的，我发现他对我越来越冷淡了，而且表现得非常暴躁，非常焦虑。偶尔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主动向他示爱，他却装傻。似乎是巧合吧，这2个帖子的结尾2个字都是装傻。好一个装傻，真是傻得让人无奈，傻得让人心酸。看着这些帖子，我心里感觉非常凄凉，但同时我也为自己有那么多的同路人而稍稍感到些安慰。身处无性婚姻泥淖的夫妻，并不是只有我和丈夫。既然有那么多的无性婚姻，也没见谁为这种事儿活不下去呀。天塌下来，还有个儿高的顶着呢，我们又何必为此忧心忡忡呢？无性就无性吧，无所谓。据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性生活是最少的，而生活在县城里的人们，性生活却是最多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城市的生活更加紧张繁忙，自下而上压力过大，
使得人们投入性生活的兴趣、动力和精力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减少了。而县城的生活相对是安逸的，性生活自然也就比较多。日本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无性婚姻也最为严重，发展到最后，无性妻子们忍无可忍，便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企业的非人化。在深圳，竞争的压力不比日本小，所以现在深圳的无性婚姻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生活工作的压力让人们不堪重负，使得他们减少了对性爱的需求和兴趣。经常性的加班加点使重任在肩的人不得不连轴转，睡眠都不能保证的人肯定会抑制包括性兴奋神经中枢在内的大脑的活动，还有什么时间和心情去谈情说性呢？针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专家指出，每天工作3个小时是最符合人的需要和有利于健康的。但是3小时工作制对于我们来说却只能是梦想。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拼命的工作，即使牺牲健康、牺牲幸福，也在所不惜。就像当初深圳一夜之间由一个小渔村变成现代化大都市一样，这几年深圳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日新月异了。深圳人有钱，这是全国公认的，1000万不算富，100万刚起步，这是针对绝大多数的深圳人来说的。但是像我们这种不要说100万，连10万都没有的深圳人也依然存在着。不是我们虚荣，如果生活在相对贫穷一点的城市里，我们或许还可以心安理得。但是生活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里，我们的确不能面对贫穷而无动于衷啊。随着身边的人都富起来之后，看到周围的同事买楼的买楼，买车的买车，而我们至今却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我和丈夫的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了。我们不缺胳膊，我们不少腿，为什么别人那么富有，可是偏偏我们却这么穷呢？为了能让自己尽快脱贫致富，我们痛下决心，制定了一个5年发展计划，3年买房，5年买车。光靠在公司上班挣的那点钱，这个目标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为了能让这个目标变得切实可行，我们开始考虑自己开公司了。这是我和丈夫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但是我们却苦于没有本钱，再加上以前胆子也比较小，所以一直不敢，也没有办法将这个梦想付诸行动。看来现在再不拼一把是不行了，我们就厚着脸皮向各自的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再加上这些年来省吃俭用存下的不多的一点积蓄，好不容易开启了一家咨询策划公司。说是公司，其实只有我和丈夫2个人，是个典型的夫妻店。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请员工，所以在刚开张的时候，每件事都得自己张罗，简直把我们累得都快吐血了。当然了，经营这种夫妻店，除了能吃苦之外，还要靠我们的智慧、才能和运气。人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我们的功夫也没有白花。很快，我们的公司就赚到了第1笔钱。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就更累了。每天回到家里，我们只想蒙头大睡，根本不想夫妻之间的那些事情。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被繁重的工作弄得一点性欲都没有。当然，丈夫偶尔也有性的要求，我一般也会勉强同意。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脑子里映现的都是那些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因爱而产生的激情了。转眼间1年过去了，创业初期的危机
慢慢的熬过去了。由于我们的努力，业务开展的有了起色。这时光凭我们2个人已经无法应对越来越繁杂的工作了，于是我们就招聘了几名员工，做起了真正的老板。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身上的责任和压力也在无形当中剧增。外部业务、内部管理以及必要的应酬，让我们忙得不分白天和黑夜，各种各样的工作琐事雨点一样的无休无止地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脾气变得暴躁易怒，巨大的压力更是让我经常性的头痛，月经不调。就这样，我们又苦熬了1年，终于让公司步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第3年，我们已经有了差不多50万元的存款了，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啊！很快我们就买了房，并在随后的1年里如愿以偿地买了车。记得住进新房的第1天，我们激动的一夜都没睡，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我们就像2个孩子似的，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不过后来买车的时候就没有买房的时候那么兴奋了，相反，当我们接过车钥匙的时候，却显得异常的平静。曾经梦想的一切现在都得到了，想象中应该是欣喜若狂的，可是没有。我不明白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平静呢？我们提前实现了当初那个3年买房、5年买车的5年计划，基本上完成了脱贫致富的发展目标。这个时候，我们的公司也步入了运营正轨。在得力助手的打理下，我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操劳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关注那遗失已久的夫妻生活。这么多年，我们真的是太累了，现在应该是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了。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到那遗失已久的生命里去。我觉得我已经从心理上对夫妻间的那种事产生了排斥。为了配合丈夫，每次性生活前，我都在心里一再暗示自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我一定得好好表现，尽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这样自我激励了一番，以为自己可以做好。可是到了真正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一点激情，就像一湖秋水似的波澜不惊。丈夫鼓励我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是跑了几家医院，花了不少冤枉钱，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时间一长，一直在唱独角戏的丈夫又慢慢的变得对这事儿不太热心了。他一定觉得很委屈，为此我也很内疚。每天晚上看着他躺在我身边，被无法释放的性欲折腾得难以入睡的时候，我甚至会劝他到外面找个女人释放一下。我这个荒唐的建议当即遭到了丈夫的反对。他不仅不认为我这是在体贴他，反而觉得我是在侮辱他。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侮辱他的意思。让他找小姐，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觉得丈夫太可怜了，他如果愿意找个小姐释放一下的话，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我知道丈夫是爱我的，我这已经很知足了。我不介意他到外面寻找肉体上的快乐，只要他的心还属于我，我愿意为他牺牲。丈夫的忠贞不渝让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更加内疚。
我们依然在这不死不活的无性婚姻中坚守着。我们虽然依然睡在一张床上，但是当我的手不小心碰到他的手的时候，我会感觉浑身不舒服，更别提让他去爱抚我的全身了。每每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会有极深的悲哀。我们的婚姻呢？我们的婚姻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就这样一年一年地熬着，像修道士，像苦行僧。性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甚至是令我厌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我的丈夫，去寻找什么婚外性。据说像我这种情况的女人是可以通过婚外的性来激活沉睡的情欲的，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可我是一个有洁癖的女人，不能随便接受别的男人，而且我认为有爱才能有性。我知道目前这种无性的生活是我们婚姻中一个很大的内伤。我想改变这种状况，可是我的身体却不听我的使唤。我也曾经考虑过离婚的问题，好让丈夫去开始他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又不忍心丢弃他，丢弃孩子。当然，舍不得丢弃的还有我们那用牺牲性的幸福，牺牲青春才换来的事业。